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我们读过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之后，知道只有当我们拥有能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的企业或者资产，才能让我们达到财富自由。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如果30岁前拥有1个亿，你们就会退休吗？最近我在回想当初我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能创业成功？为什么我跟别人买同一只股票，我是赚钱的，别人是亏钱的？直到我无意中翻到《李嘉诚传》这本书，是我大3的时候看的。那时候我还不理解李嘉诚。以前的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很纳闷，在李嘉诚30岁的时候，他的资产已经足够一家人一辈子不用工作了，为什么他要90岁才退休呢？当他退休时，他的儿子都已经50多岁了，也就是说他儿子也都快要退休了，他还坚持亲自去管理公司，是信不过他儿子的能力吗？还是因为他对财富的贪婪之心呢？其实都不是，他儿子早就证明了他赚钱的能力，而李嘉诚也把他1/3的财产捐去做慈善了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李嘉诚这个人呢？这个人跟我们成为富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机会赚到大钱吗？我看着当年那些我用荧光笔 highlight 的文字，还有旁边的笔记，我找到了答案。我开悟了，原来我一直不知不觉地模仿了李嘉诚，我还不知道。于是我立马总结了几个模仿李嘉诚能帮助我成功的心法，然后在这部影片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我会手把手地教你怎么开始，告诉你在什么阶段该怎么做。如果你有心想要从零开始，白手起家的去学创业，去学投资，从而获得财富，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你一定要把我这部影片看到最后。这些内容在外面都是学不到的，都是我的个人亲身经历和领悟总结出来的，连我的公司内部培训我都不曾公开，所以最后的内容才是含金量最多的地方。但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资本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吧。首先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内心中生出一个坚定的梦想，这不是什么励志的语录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有背后的哲学的，你耐心的听。这句话里面有3个关键词：1是内心，2是坚定，3是梦想。为什么我要说是内心呢？因为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影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生活过得不怎么样，其实都是因为你内心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。给大家补充一个心理学知识，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比如你跟别人辩论、吵架，就算你发现是自己做错了，你也不会去承认，你会不断的找证据去论证自己的观点。这种情况尤其在情侣吵架的时候最常见。当辩论不过的时候，有的人甚至会翻出以前的东西去证明现在的自己是对的，明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很多时候内心都会觉得自己穷、没钱，觉得什么平平淡淡就是幸福啊，然后还常常挂在嘴边。那么结果就是你会不自觉的不停的找证据去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，是个穷人的事实，然后你就真的成为了这类人。所以我让你们第一件去做的事，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。李嘉诚的内心强大吗？这是肯定的。他出来工作辞职过几次，而且还是在他最高峰的时候辞职的。每次当他成为什么项目经理啊、销售经理啊，反正到了管理层的时候，他就辞职。很多人都做不到，要放弃所获得的一切，包括职位和薪金的待遇，然后去跳槽或者创业，从零开始再建设自己的事业。为什么李嘉诚能做到呢？因为他内心足够强大，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有出息，一定会成功，
一定会成为富人。他知道打工是不可能有出息的，只有自己干才能致富。辞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，所以当他要创业的时候，他就拿出自己全部的资产，他问人借了钱，很果断的去创业了。因为他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，他觉得这世上就没有他李嘉诚干不成的事，所以他成功了。当李嘉诚年轻的时候，内心就已经如此强大，其实他已经开悟了，他早就是一个富人了，他赚到大钱也只是迟早的事罢了。我大三看完《李嘉诚传》这本书时，我发现我在旁边标注了几个小字：要发财只能创业，打工是没有前途的。我大学的时候就做兼职，我体验到了职场，看到了那些全职的员工每天无精打采，日复一日。我领悟了我自己写的这句话，于是我边做兼职边开网店，然后看到机会以后就立即去转型，改做了批发生意，开了我人生中第一家公司。到我毕业以后，我那公司已经自动化运营了。公司就算没有我的合伙人还有那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，也可以把公司经营得很好。看完这部影片，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有提到过。所以《李嘉诚传》这本书毫不夸张的讲，影响了我的内心，影响了我的潜意识，让我不甘于平凡，不甘于和那些全职的员工一样。而为什么李嘉诚和我可以跳出打工圈去干自己的事业呢？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元素，坚定。我们的内心强大，是因为我们足够坚定。怎么说呢？我跟李嘉诚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喜欢阅读，追求知识。李嘉诚和我的自信跟坚定，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学问。我们表面谦虚，其实内心是很骄傲的。因为别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去求学问，他们每天保持原状，而我们的学问日渐提高。大家有没有听懂啊？李嘉诚在他5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去拜孔子像。这一拜可不同凡响啊！这样小李嘉诚从小就爱上了学习，后来他还用孔子的儒家思想去做生意，去管理企业。但话说回来，在小李嘉诚12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为了供他读书，把仅有的储蓄都给他交学费了，自己有病也不舍得去看，最后就病死了。所以李嘉诚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立志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。他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因为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。他还发明了一个让我非常深刻的名词，叫做抢学问。他认为别人是在求学问，而自己是在抢学问。他抢的是时间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我会打车上学来代替挤公交车，把这些抢来的时间去读书，去上对赚钱和成功有帮助的课程。直到现在我也一样，坚持每年看100本书以上。题外话，如果大家对读书追求知识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看看有没有时间搞一个读书会什么的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书心得，再拉个群让大家互相交流一下。大家 follow 我 IG 吧，有最新的消息我会通知大家。我主要看有多少人想要参加。回归主题，直到老年，李嘉诚自学不错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。这里注意听，他说非专业书籍我做重点看，如果跟我公司的专业有关，就算再难看我也会把它看完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这讲的就是筛选资讯的能力，这对我启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创业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我会对我身处的行业做大量的研究，我把能帮助我在那个行业成功的所有书籍和培训全部拿来做研究。我当初搞批发公司，我就对生产线、物流线、销售线等等做了无数的研究。公司自动化运营以后，我有时间去学投资了，我就对价值投资、趋势投资、杠杆产品等等也做了无数个研究。直到现在我又有时间了，我又开始研究将来的趋势。李嘉诚也提到过，现在是知识型经济的时代当中，我认为移动互联网是未来的趋势。简单来说，什么手机 APP 啊、社交媒体啊等等，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知识，就将会很赚钱。为什么？我们做
生意看的是利润和成本，而线上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，每赚1块钱基本上都是纯利。以前我们开一家厂子，还要考虑什么裁员呢、外派呢、机械化生产呢，这些方法去减低成本。但现在移动互联网创业就免了这些烦恼了，我们很多时候只需要一部手机或电脑就可以开始我们的事业了。我已经在部署怎么把更多的生意放到线上来做。这几个月呢，我自己就去学当 YouTuber， 属于自媒体的部分。虽然目前我以兴趣为主，1周1更，相对比较少，但我发现在主动收入方面，对很多兄弟姐妹们来说已经很可观了。我实测了大概5个月吧，之前我就试过3天增加1万多订阅，但是广告收入平均日赚$300左右，而且还在一直递增。如果大家会去接副业或者售卖产品的话，赚的就是被动收入了。详细是如何发财的，你有兴趣的话就必须要点进我右上角连接上的影片。既然这么赚钱，那该怎么开始了？我本人试过看相关的书籍，但暂时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给大家。但后来呢，我就参加了小船的 YouTube 课程。这个课程毫不夸张的讲，帮我解决了所有实际操作的问题。小船在学员的 Facebook 群组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，他帮助了我特别多，让我从对 YouTube 一无所知到现在一无所获，所以我必须报恩，给大家推荐他的课程，真的特别好。我建议大家点进去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，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小船的免费网络研讨会，大家先听一下，熟悉小船的教育风格，然后再用连接里面最优惠的价格去报名参加，也是不迟的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我告诉你，大家都知道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 YouTube 获取资讯， YouTube 的流量是非常有保证的，不要怕太晚开始。每个人一开始都是新手，但如果你足够聪明，就会懂得参考前人的经验，帮自己节省时间的重要性。你要知道，30岁前获得1个亿跟50岁前获得1个亿是完全2个概念，所以这时代去创业还是有很多机会的。李嘉诚告诉我们，在现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下，就算我们有很多资金，但缺乏知识，没有最新的资讯，那么无论任何行业，你越拼搏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反之，有知识但缺资金，我们小小的付出就有很大的回报，而且很容易成功。听到这里，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坚定去辞职，去自己创业吗？因为我们当初打工不是为了赚钱的，我们是为了做卧底、做间谍的。当我们已经足够了解一个行业以后，就去辞职，然后去另一个行业去做。当初李嘉诚在香港的茶楼当小二，接触了很多大老板，他学到了很多老板经，之后他就去了他舅舅的钟表店上班，做到了经理，也学到了管理。之后他知道做生意一定要做好销售，于是他就去了一家五金店做销售去了。直到后来他开塑胶厂，有一个塑胶花的专利在意大利，意大利人不肯把专利卖给他，于是他又亲自飞过意大利打工。他回到香港后开了塑胶花厂，因此带动了香港的塑胶花文化，成为了塑胶花大王，也赚到了第一桶金。你看，这种对知识渴望的坚定造就了他，让他拥有了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所有技能，而且最牛的是，他还不断的更新他的知识，从不间断的去求学。试问你们能做到吗？那到底是什么让李嘉诚能如此坚定呢？其实每个成功的人都是因为一个梦才能走到今天的。在李嘉诚5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就带他去看海了，从此李嘉诚就爱上了大海的宏伟，梦想要成为一个船长，希望可以一直看海。后来他的父亲去世后，他又撑起养家活口的使命，那时候他又升起了一个梦想，要成为人上人。他的梦想变得现实了，他要让他的家人过上好的生活。在这一刻，他成长了，他是一个男人了。后来他也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企业家，但他也没有放弃当船长的梦想。他常常把自己的公司比喻成一艘船，而自己就是船长。连他第一家公司也以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命名，寓意不择细流，汇聚百川。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快点留言告诉我吧。所以梦想是我们的精神寄托，让我们坚定地朝着梦想前进。也因为我
我们的坚定和自信，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。这其实就是成功的公式。如果你把这条公式套进去每个成功的人身上，几乎都适用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，不骗你。你试一试把这条公式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内心中生出一个坚定的梦想，套在你自己的身上，看看有没有用，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。万一成功了呢？当初周星驰因为他妈妈带他去看了李小龙的电影，让他升起了一个梦想，立志要做一个武术家或者是一个演员。他提到过，他努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因为李小龙这个人。所以当我们有了梦想之后，就要有一个偶像。就像我喜欢打篮球，我就会模仿科比的动作和风格。我相信每个喜欢打篮球的人都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球星，然后去买他们的球衣。我们小时候学说话也是模仿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父母。在我们的眼里，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学会说话的原因。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要找到一个偶像，然后我们直接去学他，复制他，模仿他就好了。致富也一样，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我希望能够开着名贵的跑车，住着美丽的房子，然后环游世界。所以我会直接模仿一个跟我背景相似的成功企业家，跟随他的经历，猜测当时他的思想，然后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吸星大法一样，把能帮助他成功的道语术全部吸过来，为我所用。我建议每一个想要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的创业家、投资家都一定要去研究李嘉诚这个人，因为他的故事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每一步到底要怎么思考，怎么走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李嘉诚年纪这么大还不退下来呢？如果大家真的去做企业，真的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大，就会明白有一种东西叫做责任。我希望每一个想要创业的兄弟姐妹们都要把以下的道理听懂。2013年以前，李嘉诚从未表示过要退休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很好，即便发烧也可以上班，每早6点去打球，经常回家吃饭，喝清凉的汤水。而他除了睡觉以后，6成时间放在公务，4成时间放在基金会的慈善工作。他说自己每天工作16到17个小时，以工作时间来算，实际上已经活了100多岁。我大学的时候也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拼，直到我自己出来创业。我们一开始做企业，其实压根不是为了以赚钱为目的的，就想试试，想看看能为社会解决什么样的需求。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员工也越来越多了，别人对我们公司是有依赖的，所以他们才会相信我们，把生意交给我们，把钱给我们来赚。慢慢的，我们就有了一种责任感，我们反而比打工的人投放了更多时间进去工作了。别人晚上6、7点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在工作；别人周六周日放假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工作。在很多不懂我们的人眼里，就觉得我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。他们觉得就算我拥有躺着也能赚钱的资产，我还是没有财富自由，因为他们看到我更拼命的去工作了。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生活只有工作，我们喜欢工作，我们热爱工作。记着，当初是因为责任让我们成功了，但也是因为这个责任让我们退不下来。你的企业越大，你的责任就会越重。你们去打工是因为你们对家庭有一份责任，所以你们一天工作8个小时。我们创业就不只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了，还有对客户的、对员工的、对其他合作伙伴的等等。他们相信我们，这种信任推动我们前进，也因为这种信任让我们停不下来，所以我们更没有时间去做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。有些人觉得工作应该越来越轻松，赚的钱越来越多才叫成功，在他们的眼里就觉得我们是很辛苦的，是不快乐的。其实不然，李嘉诚和我始终是个快乐的人。我引用一下李嘉诚的一段话：这快乐并非来自于成就和赞赏的超然感觉，对于我来说，最大的幸运是能顿时内心的富贵才是真正的富贵。它促使我作为一个人、一个企业家
尽一切所能把上天交付我的经验、智慧和财富服务于社会。大家有没有听懂啊？李嘉诚是一个开悟的人了，他发现了他生下来的使命了，就像佛祖要普度众生一样。李嘉诚的使命就是要回馈社会，回馈每一个对他信任的人。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。我也希望每一个开始创业的人都一定要怀着这个责任心去创业，别总想着去赚钱，财富是额外的，是顺带的效应。我们创业真正要做的是要找到我们的使命，是要让我们的心灵透过创业这件事得到喜悦感。只要大家把我说的话都听懂了，如果大家能抓住移动互联网的这个趋势，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赚大钱。创业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。当然，有一天我自己也会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退下来，退隐江湖，做一个潇洒的人，真正的达到财富自由，在别的事情上找到新的使命。也希望大家能做到，希望大家有所领悟。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